人染上奇怪癖好，竟教唆2个好兄弟去轮奸自己女朋友，然后就叫那个他的2个朋友去搞这个女的。比如他说那个女的是很骚很难，谁身上都可以。在2011年的11月25日这天，老张在上山抓可爱的野兔吃时，突然看到了一个诡异的小土堆。他看到几根树枝下面有些白花花的东西，还有一个红色大内裤。一种奇怪的欲望驱使着老张扒开树枝，进入深处一探究竟。突然，老张就被吓成了小张，这白花花的东西竟是人类的头颅。从惊吓中缓过神的小张立刻就拨通了报警电话。乌尔乌尔乌尔乌！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经法医勘查得知，这是一位女性的尸骸。可让法医感到疑惑的是，尸体头颅已经成了白骨，可脖子以下依旧保持完整。经过法医的进一步勘查发现，死者的面部有多处骨裂，看样子死者在生前被凶手用钝器狠狠地砸烂了面部，可能是面部被砸烂的原因，才会腐烂的比下身快一些。而在尸体上方还堆叠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民警推断这些石头很有可能就是作案凶器，而死者的衣物全在附近不远处，这说明他生前很有可能遭遇过侵犯。但让法医感到奇怪的是，死者体内并没有发现奇怪液体。他被性侵犯过以后，他即使当时有精子也在里面，但是后来因为被发现这么长时间以后才被发现也是被腐烂掉的，所以说这个 DNA 是做不出来的。由于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证，为了尽快侦破此案，专案组请来了浙江省的首席大法医林文璐。此时自信满满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会遇到一生中最难侦破的噩梦。当专案组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时，他们发现了一处盲点，死者身上并没有任何抵抗伤，这说明死者并不是被迫来到山上的，也就是说凶手是死者熟人，而且关系还是很不错的那种，不然如果是陌生人的话，谁会跟你一起来荒无人烟的大山？所以专案组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对小情侣突然心血来潮想到深山里浪漫几下，但后来不知为何起了杀心。2个人有可能为了找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慢慢的也那里面比较浪漫一点。那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正在专案组讨论的如火如荼时，林法医发现了一个被民警们遗漏的问题，那就是在检测死者尸体的时候，他们把死者的指甲给漏了。只要检测下指甲的磨损程度，再看看死者有没有做过美甲，在当时的年代，这可以看出死者大体工作，可当时死者手指的腐烂程度要大一些，导致指甲脱落，就没有引起在场民警注意。后来经过一番查找，民警终于翻到了几个指甲盖，上面有一些指甲油痕迹。通过 DNA 检测，在死者的指甲盖中还提取到了一个人的 DNA。同时民警注意到，女死者当时的穿搭是这样的，从内到外都是偏红色，按照当地的习俗，只有本命年的时候才会这样穿。但林法医却不认同这个观点，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死者只是单纯的喜欢红色呢？虽然死者的面部已经被砸烂，但牙齿却毫无损伤。经过林法医检测，死者共有32颗牙齿，说明死者已经成年。而通过牙齿的磨损程度来看，死者年纪大概在18到25岁左右。通过这个线索，民警开始在义乌市失踪人员名单中进行地毯式搜索，并开始在附近的服装店中搜寻死者同款衣服。可经过接连几天的调查，民警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案发后的第5天，突然有一位房东来到警局报案，他说自己的女房客在1个半月前突然消失不见，还欠着几个月房租没给呢。通过房东描述，民警发现这位女租客和死者的外貌特征挺像的。通过房东了解到，女租客叫张丽，时年19岁，她平常是和一名男子同居在一起的。在张丽失踪后，这名男子也神秘失踪了。那看来嫌疑人就是这个男的没跑了。在调查的时候，民警突然发现张丽的聊天账号在100公里外的永康市登录。等民警到达永康市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十分无奈的消息，网吧监控显示张丽也在，她是被一名男子领着过来上网的。也就是说，他们连夜逃到永康市，只是为了逃避房租。死者并不是张丽，她还活着。把人逮回去交房租后，案件又陷入了僵局。距离发现尸体的第8天，
林法医正在研究苍蝇宝宝的蜕变过程。春夏季节苍蝇宝宝变成苍蝇要半个月时间，秋冬季节则要1个月时间。当时发现尸体的时候是11月25日。根据苍蝇宝宝的蜕变时间来看，林法医分析认为死者遇害时间大概已经有1个多月了。通过这些线索，民警立刻打印了5万多张悬赏通告，通过是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上反复刊登悬赏通告。没多久，东阳市的一名男子就向民警反映说死者非常像跟自己老婆同住的一个女人，还说死者穿的衣服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邻居晾晒在屋外被这名女子给偷走的，而死者的那个短裤曾开过线，还是自己老婆帮忙缝起来的。民警证实，男子所说的情况与死者基本吻合，看来这5000元的悬赏金，男子是势在必得了。据了解，这名女子叫蒋娟，时年18岁，小学文凭，目前是个无业游民。来到女子老家后，得知蒋娟在15岁的时候就外出来到义乌打工。蒋娟的父亲告诉民警，这闺女已经几年没跟家里联系了。根据知情人透露，蒋娟最后一次打工是在义乌市的某酒吧里当陪酒，平常接触的也都是各种小混混，私生活也比较混乱。通过调查蒋娟这上千条通话记录，民警最终锁定了一名叫刘康的男子，他是蒋娟的现男友，平常靠诈骗与盗窃为生，实在吃不饱的时候还会去打劫。但当民警找到刘康的时候，他却表示自己早就与蒋娟分手了。就感觉这个死者太随意了，叫他的2个朋友把这个女的赶走，把他们2个分开，然后就叫那个他的2个朋友去搞这个女的，然后把这个女的赶跑。原来刘康在和蒋娟处对象的时候，经常发现这女的与其他男人偷偷在一起做那种事情。后来受不了的刘康为了甩掉蒋娟，就喊来了德行与自己不相上下的2个好哥们王官运与裴健康。10月27号那天，他们3人本来打算去抢劫，可当时天色还太早，不适合现在动手。他们就来到刘康家中打了会电动。在此期间，2个狐朋狗友就看到了蒋娟。刘康见状就说这女人十分好色，你们谁想跟她都行，谁上都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主要目的是把他跟那个刘康跟这个死者分开就行了，叫他们2个把他们2个分开。随后刘康就表示自己有事，就离开了自己家中。刘康刚离开，王官运就按捺不住了，立刻就冲了上去按倒蒋娟。这时候由于蒋娟不停反抗，另一名裴健康为了不耽误晚上去抢劫，就劝好兄弟别纠缠太多。可王官运却是表示，你不让我更他，我就强行更你。见状，裴健康被吓得出了个馊主意，我说要不然实在着急的话，你把他搞到山上，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我搞到山上之后，我说他要报警怎么办？我就用眼瞄了他一下，他就好像反正明白什么东西的，明白什么东西，就说了，就说什么？说要不然把他扯到山上做掉他。做掉吧，做掉什么意思啊？就是杀死他。然后你怎么说的？我说杀死不就一个人命吗？有什么大不了？抓着之后要么判死刑，要么打无期。很简单。这时候蒋娟从卧室走出来，说自己想吃柚子了。就是这一句话，裴健康连忙接话，说山上有的是柚子，还不用花钱，来跟哥俩山上摘柚子吃。就这样，蒋娟被骗上了山。在来到一个四处无人的地方时，王官运直接掐住了蒋娟的脖子，将她活活掐晕过去，然后2人对她做出了那种事情。最后2个人找了几块石头，将蒋娟活活砸死。经过法院审理，王官运与裴健康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刘康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截至目前为止，明年刘康就要出狱了。人间不只有爱，恶魔就在身边。关注我，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看清黑暗，远离黑暗。